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曝光计算的功能。曝光计算是在特别兴趣下面的第4个，我们点击它。曝光计算里面有6种不同的模式，如果你是苹果手机呢，就有5种模式。这5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就是它们怎样获得曝光值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讲手工模式这一块。这个手工模式也就是说，你在这边你手工去选择对应的这个曝光值，你点击它，这样就可以选择了。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曝光值的含义。曝光值的英文是指 exposure value at ISO 100，也就是说在感光度是100情况下的所有相机的快门的一个组合。所以曝光值本身强调的是一个相机的光圈快门的一个组合，而不是指亮度。而我这边呢更强调的是这个亮度，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曝光值就是环境的亮度。实际上用 light value 也就是 LV 亮度值这个名词更适合，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，因为用的实在太少了。而大家都知道 EV 这样一个概念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就用 EV 来表示环境的亮度。那比如说我们白天有太阳的情况下，我们去外面拍摄，那对应的 EV 是多少呢？就是15。那我们点击它。这边选择15以后呢，下面就会出现一排参数，这个参数实际上就是曝光三角。第一个快门500分之1秒，第二个光圈 f8， 第三个 ISO 100。因为上下实际上是一个等式，所以为了这个等式成立呢，你就必须有一个是可变的。这样，当我们去调节它的时候，比如我们调节 ISO， 你会发现我在调节的同时呢，这个对应的这个快门就会变。只要是自动的一个，它都会变。比如我选择 ISO 200，那就变成了1000分之1秒了。那么怎么去使用这样一个东西呢？那假设我现在是在白天我拍风光，那么这个参数实际上就是我最可能使用的一个参数了。如果你用相机，你选择的自动模式，那很有可能这个就是它给出的一个参数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拍摄不同的场景，那就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今天拍人，那人用 f8 可能就不太好了，我可能会用大光圈，那么有可能会改到 1.8 的一个光圈，那对应的这个快门呢就变成10000分之1秒了。或者说我现在想拍瀑布，那瀑布的参数实际上就不一样了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可以去长按它，把它这一个变成自动，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去改变对应的瀑布的参数。瀑布参数我可能会选择说，比如说我选择8分之1秒或者是4分之1秒这样的一个参数，这样才能拍出流水丝一般的效果。那么对应的这个，这个就麻烦了，变成了 F90 了。这 F90 我显然是没法做到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可能想到，那这时候你用滤镜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改一下，比如说我还是最多保到 F16 的光圈，然后它就告诉我需要5档的滤镜就可以了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对这个参数的一个调节的过程。好，再比如说我现在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设置啊。我们依然把这个变成自动，然后把这个光圈给关掉。好，再比如说我们不是白天，现在天黑了，现在不是在室外了，我们到了室内。在这边呢有几个明亮的明局，比如说大厅非常亮的情况下，或者一般的室内可能就是5的一个EV值，我们点击它。那在室内呢，我想拍人，那我可能这边把这个参数调到 F1.8， 因为我用大的光圈嘛。那这个10分之1秒在室内拍人像是不是有点慢呢？可能还真有点慢，所以我们可能希望它稍微再小一点。那怎么办呢？把 ISO 调就可以了。或者说我觉得我可以长按 ISO 把它变成自动，然后我决定我这样需要的快门数，比如说我希望我按80分之1秒来拍摄，那这边就自动告诉我需要800的 ISO。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 ISO 把相机设为 ISO 自动情况下，然后用快门优先的方式呢，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参数。好，再比如说我们到了夜晚，我们去拍摄城市的天际线。城市的天际线实际上是 EV 是1，因为我是拍摄风光嘛，所以我可能会用 F8 的光圈。我把这个改成自动，然后 ISO 呢，我不想太高了，拍城市我当然喜欢 ISO 最低了。然后我用三脚架，那么这种情况下，它就告诉我需要的对应的是32秒的，其实你用30秒来拍摄就可以了。再比如说拍摄星空，星空的EV值对应的是从-6到-8之间，所以说我们选择-6，因为星空我们一般都是用大光圈 F2.8 的光圈，然后 ISO 也会大一点， ISO 比如调到3200吧。
对应的就是室内码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实际上可以让你对任何可能的参数进行模拟。曝光这一块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，可以几乎让你模拟所有的情况。好的，这里呢，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这个曝光功能的强大。它的原理实际上就是让你选择你想要拍摄的一个场景的曝光值，提前去过一遍你需要的曝光参数，这样就能做到有目的的去准备的，不至于到时候再手忙脚乱的去调整参数。手工的模式下的曝光计算这一个功能呢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